哦，这边来了一条金枪鱼啊，这一条清蒸刚刚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导镖哥。前面的1号网是爆网了，直接上了20-30斤的鱼货，现在是准备拉2号网了。看一下鱼货怎么样吧。要是也能像1号网那样子，其实也就挺不错的了。10小片渔网就20-30斤的鱼货。先来几条剥皮鱼，其他鱼不多，就是剥皮比较多。前面那20-30斤的鱼货，至少有7-8斤是小剥皮鱼，毕竟现在也是小剥皮鱼的季节，跟网放的位置也是挺有关系的。再来3条这个加吉鱼啊，现在虽然是加吉鱼的季节，但是放网的位置不是加吉鱼经常出没的地方，所以数量就比较少。小条的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，再养养。这一条加吉看起来够大条啊，这样子的加吉已经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再大条也大条不到哪里去了。小剥皮也是差不多这种规格啊，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。冬天的小剥皮会大条一点，但是又数量比较少。我见过最大条应该也就8-9两到1斤之间。最近的八爪鱼比较多啊，经常把我们的小剥皮都给咬破了，眼睛跟肚子都被吸走了。而且那些八爪鱼都经常挑这种比较值钱的鱼货去咬。看来那些八爪也是比较会吃啊，知道什么鱼在我们这边是比较值钱的，什么鱼又不是很值钱。今天拉上来的这些鱼货也都是给朋友给预定的了，所以小剥皮也是不用养活着的，等一下一起冰冻起来就行。这样子卖鱼的效率比去鱼排卖的效率快多了。毕竟我们生产的鱼货也是纯天然无污染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基本也全都是小剥皮鱼啊。2号网的鱼货好像就没有1号网那么多了，好像也是没有遇到什么鱼群过来，不像1号网那样子啊。1号网是连续的遇到了好几次鱼群，直接就爆网了。2号网拉上来的鱼货最多也都是2-3条这个样子而已，可能运气都是在1号网那里了。一群了。终于也是遇到了一群这个小剥皮啊，有个5-6条吧，这样子就挺不错了，要多来几次这样子才行。泥猛鱼也是来了几条啊，但是数量就不多了。刚开海捕鱼的自己单位海捕到的泥猛鱼都是偏少的，估计季节没完全到，等到天气开始冷了之后，泥猛鱼就增多了。那时候的泥猛鱼就比较肥了，肚子全是油。吃小剥皮的话，就是这个季节比较合适，天气冷了就变少了。那时候的小剥皮虽然大条，但是偏瘦一些。所以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鱼货，跟农民种菜也是一个道理的。肯定也是应季的这个食物比较好吃的。哦，这边来了一条金枪鱼啊，这一条清蒸刚刚好。现在的金枪鱼数量比较少，价格也就比较高了。现在的价格一斤应该有个30-40块钱，再大条一些的还会再贵一些。不过太大条的金枪鱼肉质反而会比较柴。也是快装满一筐鱼货了。现在是开始拉3号网了，2号网也已经是拉完了。1号网跟2号网也都算是比较丰收的了。1号网最好，2号网也不差。这个是3号网，才刚开始拉就上了这么多鱼货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！看能不能超过1号网的收获吧。来了一条泥猛鱼啊，依然还是小剥皮偏多，加起也就偶尔来这么1-2条而已啊，数量少了很多。不过好像3号网的鱼货偏少哦，没有1号网、2号网那么多鱼货了。前面这2片的渔网就特别能体现出来，鱼货偏少，就看后面的渔网会不会改光一些，来多一些鱼货吧。这3次出外海捕鱼也都没有遇到什么值钱货，除了上一次的外海来了一只龙虾之外，海红斑、大三刀什么都没有。这里英哥鱼倒是来了一条啊，这条应该也有个7-8两吧，也不算大条。现在的英哥一斤也是40来块钱，明显鱼货还是偏少一些的。连续拉了4小片的渔网，情况也是没有改观啊，最多来的也就是2-3条一起。看来3号网的运气不咋地，运气都被1号、2号给抢走了。所以说出海捕鱼的运气成分还是比较重要的。
不管是近海还是外海，情况也都是这样子。特别是近海啊，它的运气成分是最高的。外海还好一点啦，怎么拉都有渔获，近海就可能空网了。不过也是有个半筐的渔获了。哇，这条海鲤鱼够大条。没有值钱渔获的话，那就多来一些小剥皮，其实也是挺不错的。多来几条这种大条的海鲤鱼也是可以的。渐渐的，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，渔获还是偏少一些，没法比呀。跟1号网一比较，真的就是渔获少很多了，至少少了一半有多。爬出来而已。好了，这一个3号网也就是拉完了呀，也就有个小半筐渔获而已呀。然后现在就是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一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